楚风深信一句话：凶险与机遇并存，所以楚风从不惧怕凶险。他从5帝境都是传说的下界，一步一步成长，直到如今，纵横于这至尊境强者都数不胜数，而尊者境更是多如牛毛的整个天河之中，不知闯过多少凶险之地。楚风是经历过那些凶险，才换来的一次又一次的成长。但楚风胆大，却并不鲁莽。他能走到今日，天赋是一方面，胆大是一方面，但还有最重要的一方面，那就是理智。楚风为了以防万一，先运用手段将自己隐藏了起来。但哪怕如此，楚风再度进入那白日星河，仍是小心翼翼。不过楚风目标明确，小心归小心，却并未迟疑。靠近暗流后，便吞服了那颗先前于是天族族长给予他的丹药。丹药入体，楚风感觉一股奇异的力量涌入全身，而后楚风也顺利进入暗流之中。进入暗流，一切都变了。那隔绝楚风感应的力量已经消失，楚风现在可以感受到这些骨骸的具体情况。那在暗流之内堆积如山的骨骸，连本源都被吸走了，死得彻彻底底。最令楚风不安的是，他们死亡的时间并没有多久，楚风推断不超过3天。此时楚风的心脏都快跳了出来。若是这凶手走了还好，若是凶手仍在，那楚风多半要大难临头。可既然来都来了，总不能空手而归，所以楚风并未逃，而是继续留在此地，准备修炼。这里的天地能量倒是很浓郁，可是并没有蕴藏修武之道。难道这里发生了变化？只是尝试修炼之后，楚风却有些失望。此地虽天地能量浓郁，可并不能短时间内对修为进行提升，显然与是天族族长所描述不符。楚风不甘心，于是便仔细感应起来，想要追查真相。果然发现了门道，暗流之内还是隐藏着修武之道的，只是那些修武之道却不能为楚风所用，他们正在流淌着，就像被控制了一样，再向这暗流之内一个特定的地方流淌而去，就好像有着什么东西正在吸收着这暗流之内最精华的力量。楚风一路摸索跟随而来，可却突然被挡住了。楚风面前明明什么都没有，但却有无形的墙壁挡住了楚风的去路，是结界，很强横的结界。不过可能是需要引入暗流内的力量，所以这结界虽强，倒是也有破绽。楚风有把握可以破开这结界，可这结界之内究竟有着什么？楚风无法确定。若只是自然现象，倒也罢了；若是人为所致，那里面很可能就是杀掉了那些远古种族的罪魁祸首。楚风若是碰到那位，将是何等后果？可想而知。搏一搏，最终楚风决定还是搏一搏。他太渴望力量了，于是说做就做，立刻开始布置结界阵法，破开那阵法。楚风嘴上说搏一搏，实际上也是分析过之后才做出这个决定。他觉得那能够杀死如此数量远古种族的罪魁祸首，必然是极为可怕的存在。若是远距离，楚风不被其发现还情有可原，但假如他真的就在这结界之内，楚风距离他已是非常之近，按理来说他的本事不可能无法发现楚风。可既然没有任何动静，便说明这里面很可能不是那罪魁祸首。楚风是在赌，但似乎他赌对了。楚风将那结界破开之后，看到了一切。那结界之内有着一颗珠子，那珠子似水一般，不过拳头大小，正在快速旋转。而这暗流内的力量在这结界之内也从无形变作有形。楚风可以看见那暗流内最精华的力量正在涌入那颗珠子之内，而那颗珠子内已经集结了极为浓郁的天地能量。那不仅仅是天地能量，还有修武之道。原来并非暗流内的力量如此微弱，而是暗流内的力量全部被吸收到了这颗珠子之内。这颗珠子若能为楚风所用，楚风的修为必有进展。你可真是不知死活呀！可谁曾想，就在楚风刚要动手去拿那颗珠子的时候，一道苍老的声音却在那颗珠子的方向炸响开来。听到那声音，楚风顿时心中一紧，糟糕，赌错了。楚风暗叹不好，但却并未逃离。他知道他逃不掉。前辈晚辈到此来并无恶意。楚风赶忙施以一礼，老夫知道你并无恶意，但是你胆子倒是大得很啊。那道苍老的声音再度响起，紧接着有2道身影浮现而出，那是一老一少2个人。年轻那位青年身材很瘦，但长相还算英俊，只是却有些邪魅之气，皮肤很白，白的缺少了一些血色，虽然好看，但却也有点吓人，就好像不是阳间的人。而那名老者一头白发，却如同雄狮的鬃毛一样浓密而蓬松，再加上老者剑眉倒竖，目光凶悍，一眼望去还以为他是尸妖修炼成人。老者不仅身材高大，更是十分魁梧，其弟子身高已有2米有余，算是较高的人族。可在这老者身旁却显得十分矮小，因为这位老者身高至少有9米，再加上其体型壮硕，看上去简直如同巨人一般，有些吓人。不过楚风更多的目光却集中在他们的衣着。这位老者与青年穿着相同的服饰，这服饰黑色为主，红色为辅。黑色的长袍很是精致，但袖口与衣领处却皆是用红色的布料封锁而成，那红是鲜红，如血一般。最重要的是，胸口处绣着2个字“圣谷”，腰间也挂着黑色的令牌。黑色的令牌上面以红色的笔记也同样刻写着“圣谷”2字。前辈晚辈来此只是为了修炼而来，并不知前辈在此，若是知道，晚辈不敢得罪。楚风再度施以一礼，便解释起了缘由。不是楚风胆小怕事，而是楚风知道眼前这2位是他惹不起的，若是招惹他们，那这茫茫白骨之中就将多出楚风的尸体。不用说了，我知道你的来意，我也知道你无恶意，我甚至有些佩服你的胆量，居然能够在见到那尸山一般的白骨后，还敢再进入此地。看来你很渴望力量，渴望力量的修武者是令人敬佩的。只是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见到我们师徒2人。既然你见到了我们，那我就只能送你上路了。话到此处，那老者眼中闪过一道寒芒，
猛然间，这暗流之内的水如同沸腾了一般，而与此同时，一股无形的力量也是将楚风封锁。当感受到那力量的一刻，楚风便感觉自己宛如已经坠入了无边地狱之中，他的命已经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对方。此人极为强大，强大到楚风难以估量他的修为，但楚风却知道，对方一念之间就可以让楚风飞灰烟灭。难道我要死在此处？楚风真的觉得自己性命不保，这感觉。可忽然间，楚风神色一动，诡异的一幕发生了，那封锁自己的可怕力量竟然消失了。那力量忽然消失，让楚风有些不知所措，但很快他便发现，原来是那位老者主动收回了自己封锁楚风的力量。再看对方，发现那位老者的脸上洋溢起一抹戏谑的笑容。楚风没有言语，而是看着对方，不知对方是何打算。小鬼，老夫还是欣赏你渴望力量的勇气的，若老夫就这样杀了你，传出去也不好听。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能战胜我的弟子，我不仅放你安然离开，我还让你拿走这个。那老者指着那颗几乎将这白日星和暗流内的力量全部吸收的珠子说道：师尊，开什么玩笑？他这种角色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若是和他交手，简直是对我的侮辱。毕竟赢了他也不光彩。那名青年很不情愿地说了这句话，且他看向楚风的眼神更是充满轻蔑，那种目光就好像在对楚风说：你这种垃圾根本不配与我交手。怎么？我看你的眼神似乎有些不服。楚风明明什么都没说，可那青年却再度开口：你该不会真的以为你能与我一战吧？愚蠢的东西，我就让你认清现实。突然间，他衣衫舞动，自其体内释放出磅礴的威压。感受到那威压，楚风顿时心中一紧。这青年与楚风一样，应该也是小辈，可是他的修为却已然达到了5尊境。虽然只是一品5尊，但这样的实力却绝非楚风可以战胜。果然，这位老者不愧是能够抹杀那些远古种族的强大存在，不然他的弟子也不可能得到如此高度。对方虽然很狂，但的确有狂的资本。小鬼，你是何境界？那老者对楚风问道。晚辈境界不堪，如今只是5品至尊。楚风如实说道。那你的确不是我这弟子对手，不过也不是不能打。老者话到此处，看向了自己的那名弟子。这样吧，你将修为压制到5品至尊境，不过有一个条件，你们2个都不能运用手段提升修为，必须将修为压制在5品至尊境。老者说道。听闻此话，原本绝望的楚风则是看到了一丝希望。若是论真正的实力，现在的楚风的确不是那青年的对手，可若修为都压制在5品至尊境，楚风觉得他未必会输。毕竟同等境界下，楚风战力超然，他还从来没怕过任何人。不过楚风仍然担心对方太强，并且那老者看向楚风的目光充斥着戏谑之色，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在拿楚风寻欢作乐。他不杀楚风，只是一时兴起，想要找点乐子而已。楚风不能确定他们是否会言而有信，倘若是无信之人，那就算楚风战胜对方，楚风也难逃一死。除此之外，楚风还有一点担忧，这毕竟是老者的提议，其弟子会同意吗？毕竟那老者的弟子一看就是一个自负且自大之人。好，谁曾想那青年竟然一口答应，且此时楚风能够感觉到他的修为急速下降，转眼间已从1品5尊下落到了5品至尊的地步，并且手腕一转，在其手中出现了一根木棍。他手拿木棍看向楚风，别说我欺负你，任何兵刃你随便用，但我只用这一根木棍。若是我敢用其他兵刃的话，那这场对决就算我输。青年的话语之中充斥着他的自信。见此情形，楚风则是淡淡一笑，随后掌心握紧，结界之力涌现而出。很快，那结界之力化作一根木棍，握在了自己的手中。你能压制修为与我交手，我已是占了你的便宜，我自然不能用尊兵来与你手中的木棍对碰。虽说我手中的木棍乃是结界之力所化，但它并不会提升我的战力。还有，你若不用武技，我也绝不用武技。楚风对那青年说道。哟，真是想不到，你这个垃圾倒是挺有骨气，不过你可别后悔。忽然，青年身形一纵，如同鬼魅一般来到楚风近前，且其手中的木棍对着楚风横扫来，威力极强。这便是修武高手，哪怕只是一根木棍，在其手中也能变成毁天灭地的兵刃。而楚风是何性格，自然不会认怂，握紧手中的木棍，也是横扫而去。楚风攻击的目标不是那青年，而是那青年手中的木棍。楚风就是要硬碰硬，明明是2根木棍，可是相互碰撞，竟传来了钢铁交织的刺耳声鸣。二者这一交手，双方都是倒退数步。楚风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一抹金色。楚风的战力极强，同等修为之下，几乎少有人能与他抗衡。可是先前与那青年交手，二者虽皆是倒退数步，但楚风却看得清楚，他比那青年多倒退了3步。若是3步距离无法证明差距，那楚风此时整条手臂都有些麻木，握住木棍的手掌更是传来阵阵痛感。仔细观看，那手中的木棍竟然出现了一丝裂痕。虽然裂痕很轻，不至于让木棍崩裂开来，可这样的裂痕在那名青年的手中却并没有出现。好强，好强的家伙！楚风再度看着那青年，眼中不敢再有一丝大意。他知道今日他算是遇到对手了，哪怕同等修为之下，楚风在对方手中也是讨不到一丝便宜，甚至可以说，只论战力的话，对方的战力还要在楚风之上。果然，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楚风今日久违的遇到了让他感到极大压力的同辈中人，可这却也让楚风变得兴奋起来。相比于那些同等境界下完全不是其对手的同辈，楚风更喜欢与这样的强者交手。不过，这简单的交手后，惊讶的其实不只是楚风，那名青年也同样用诧异的眼神看向楚风，目光中已经没有了先前的轻蔑，
反而尽是刮目相看。有点本事吗？虽然你的修为不强，可是战力倒是不弱。真是想不到，在九魂天河这种强者稀缺的地方，还能滋生出你这种家伙。有趣，有趣，这样才有趣。不过这场对决，我可是赢定了。话到此处，那青年再度出手，依旧是手握木棍冲了过来，没有任何武技，也没有任何秘技和其他的力量，就是最纯粹的攻势。但楚风能够感觉到，这一次对方的攻势更加凶猛。见此情形，楚风握紧手中的木棍，将武力融入其中，以增强木棍的坚硬程度。随后脚步向前一踏，便再度向青年反攻而去。这一次，楚风改变了方式，他不再以手中兵刃与对方硬碰硬，而是利用身法以及自己的战斗经验来与对方缠斗。而当楚风改变进攻方式之后，就连那位自信满满，觉得自己的弟子必然能够战胜楚风的老者，脸色也是有了变化。这小鬼怎么这么厉害？惊讶之余，他忍不住发出惊叹，因为他发现他这位天赋异禀、战力超然的弟子，此时竟然落入了下风。那青年也是发觉不对，虽然他的战力在楚风之上，可是楚风的进攻非常的刁钻，总是攻向他出其不意的地方，除非使用武技或者其他技法，否则继续下去他必然要败。但若真的使用了其他技法，在他看来他也是败了，面子上实在过不去，所以眼下他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已是陷入了被动之中。而就在其愣神的功夫，楚风手中的木剑以横扫之势向其脖颈扫去，速度奇快，力道十足。眼见不妙，这青年赶忙向后退去，可谁曾想楚风手中的木剑突然转变方向，扫向了青年的手腕。糟糕！见此形势，青年便暗叹不好，他发现他上当了。楚风只是假装攻向他的脖颈，可实际上瞄准的就是他的手腕。当其反应过来的时候，为时已晚。楚风木剑击中青年手腕，力道太强，使其手掌无力，导致其手中的木剑也是飞了出去。一击即中，楚风再度一击，他手中的木剑刺向了青年的丹田，眼见无法闪躲，青年赶忙提升修为，瞬息间他的修为恢复到了5尊境。只是他的修为恢复的同时，楚风的攻势已至，但楚风却停了下来。原来楚风并未真的打算刺向青年丹田，而是及时收手，兄台承让了。楚风立刻将木剑消散，并且对其抱拳。可那名青年的脸色可就变得不太好看起来，他无法接受自己败给楚风这件事。嗨嗨，可莫要输不起，丢了老夫的脸面。那位老者开口说道。见状，那名青年倒也没难为楚风，而是看着楚风说道：是我轻敌，算你赢了。不过我是压制了修为，只是与你玩玩，若是真的与你交手，你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我就能让你魂飞魄散。青年对楚风说道。兄台所言极是，今日是我占了便宜。楚风笑着说道。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楚风都这样说了，青年也不好再说什么，而是轻哼一声，不再言语。前辈若无其他事，晚辈就告辞了。楚风又对那老者抱拳说道。且说完此话，便准备离开。等一下，这个你不要了。老者说话间，手掌一抓，那颗吸收了天地能量的珠子便落入了他的手中。前辈当真要给我？楚风不是不想要，只是不敢要。当然，不过有一个条件，你需要通过老夫的考验，老夫才能将它给你。你也不要说老夫言而无信，毕竟我徒弟若真的与你交手，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你能胜他，乃是他压制自己修为且不使用武技的情况下获胜。虽然你胜了，但其实你是胜之不武，所以之前说你战胜他便放你离开，且让你带走此物的话，自然也就不算数了。不过老夫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我可以再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能通过老夫的考验，老夫就将它给你。那老者对楚风说道。多谢前辈好意，此物乃前辈所有，晚辈不敢夺前辈所爱。楚风只想尽快离开此地，不想再与这两个人纠缠，因为楚风早就察觉到他们两个更像是在拿楚风取乐。若是高兴了，也许会放楚风离开；若是不高兴了，立刻就会让楚风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小鬼，你这样说，莫非是不给老夫面子吗？果然，楚风哪怕是婉拒，可那老者的脸色还是变得阴沉起来。与此同时，楚风感觉这水域变得极为寒冷，那寒意入骨，楚风也是难以忍受。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威胁，楚风根本没有选择，只能听从他的安排。前辈，那不知您所说的考验是何考验？楚风问道。你与我比，若是能胜我，我就将它给你。老者说道。难道前辈您也要压制修为与我一战？楚风问道。那多无趣，何况就算胜了你，也是胜之不武。要比就比点有趣的，你我比拼血脉之力可好？老者对楚风问道。血脉之力，这要如何比拼？楚风问道。简单，我这里有一个东西，专门是用来比拼血脉之力的。老者说话间，取出了一个椭圆形的物品，此物乃是木质而成，虽然有很多小孔，但却无法看到里面的情况。将你的意识投射到其中，便可催动你的血脉之力进入其中。当然，我的血脉之力若是投射其中，你将会感受到我的血脉之力的压迫。说的简单点，就是用你我的血脉之力互相压迫对方。不过也别说我欺负你，你无需用你的血脉之力击败老夫，那样老夫未免太欺负你了。只要你能承受我的血脉之力压迫一炷香的时间，我就算你赢了，不仅放你离开，此物也归你所有。老者掂量着手中那颗珠子，对楚风说道。好，就应前辈的。楚风说话间，便将自己的意识投射到那物品之中。将意识投射之后，那物品内便有了一股力量，可以映入楚风的血脉之力进入其中。此时楚风可以进行选择，是将4项神力引入其中，还是将天级血脉引入其中。最终楚风决定将2种力量全部引入其中。而在楚风专心引入血脉之力的时候，那老者则是看着楚风摇了摇头。这小鬼急什么？
我话还没说完呢，老夫的血脉之力可是不弱，一炷香之内，你若承受不住，可是要精神崩溃，爆体而亡的。老者说道。只是他的这番话，楚风已经听不到了。罢了，那老夫就让你感受一下何为天赋吧。话罢，老者便将自己的血脉之力投射到了那物品之中。原本楚风感受不到任何奇特之处，哪怕将自己的血脉之力投射那物品之中，也感受不到任何变化。可忽然间，楚风眉头紧皱，就连心跳也是变得极快。楚风感觉到一股极为恐怖的力量将自己覆盖包裹，那种压迫感让楚风感觉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这便乃是那前辈的血脉之力吗？那老者拿出的物品是一种特殊的宝物。当楚风将自己的血脉之力引入其中的时候，楚风感觉不到自己的血脉之力的变化，但自己却进入另外一个空间，一个漆黑一片，什么都没有，也什么都看不见的空间。那应该是那宝物的空间。这也是为何当楚风将自己的血脉之力引入那件宝物之后，那位老者说的话楚风听不到的原因。楚风其实可以随时离开这个空间，可楚风不敢。若是自己离开了，那也就等于认输了。若是真的输了，天知道那个老者会怎么样收拾楚风。楚风虽然不指望自己能够胜过这个可怕的老者，但却也至少不能输，至少要坚持到那老者所说的时间。楚风已经做好了迎接那老者血脉之力压迫的准备。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炷香的时间绝对不好熬，但当那血脉之力真的出现之后，楚风仍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楚风仍处在那个世界之中，可面前不再是漆黑一片，楚风的面前出现大片乌云，可那乌云却闪烁着绿色的光芒。乌云之中盘踞着一条巨兽，此物身躯之大已是难以估算，宛如这世界都被其占据大半。楚风在其面前比尘埃都要渺小，而那巨兽自乌云之中渐渐现出真容，它乃是一只披着绿色铠甲的蛟龙。蛟龙有着7个头，每个头都龇牙咧嘴，将那巨大的獠牙露出。这便是那老者的血脉之力。准确来说，这是天赐神力，因为这不像是血脉之力的形态，更像是天赐神力的形态。那老者应该是天赐神力拥有者。这身披绿色铠甲、有着9个头的巨大蛟龙出现之后，楚风便感受到了极强的压迫感。而那蛟龙越是靠近，楚风感受到的压迫感越强。楚风觉得自己的肉身就快要裂开，灵魂也同样受到了挤压，就好像有几座无形的大山自四面八方向楚风压迫而来，要将楚风压成粉碎。但楚风没有办法，他只能忍受一炷香的时间，只要能够坚持住一炷香的时间，楚风就可以解脱。一炷香，我应该可以。楚风咬紧牙关，承受那压迫的同时，也在计算着那压迫的力量在一炷香之后会到达多么恐怖的程度。而楚风最终计算出的结果便是一炷香的时间，他勉勉强强应该可以承受。怎么消失了？可随着时间流逝，楚风神色一动，他惊愕地发现那老者的天赐神力消失了。可是明明只过了半炷香的时间而已，怎么回事？楚风感到不解，为何那力量忽然消失，并且还是以倒退的方式？思考之后，楚风觉得很可能是那老者主动收回了那力量。难道是我计算有误？一炷香的时间已经到了。楚风虽有这个猜测，但却不能确定，以防万一。楚风又等了一会，等到了他心中的一炷香时间过后，楚风才将自己的意识从那宝物之中抽离。小鬼，你怎么这么磨叽？老夫都放你一马，半炷香的时间就收回我的血脉之力了，你为何非要等待一炷香的时间才出来？那老者很是不满地看着楚风。前辈，实在抱歉，晚辈无法确定是不是您主动收回的力量。楚风略带歉意地说道。罢了，能挨过半炷香，你已是不错，这个你就拿去吧。老者说话间，便将那颗收集了白日星河力量的珠子丢向了楚风，且继续说道：不过此物有些狂暴，你需让它认主，才能解放其中的力量。若是强行解放其中的力量进行修炼，不仅难有成效，反而会遭受反噬。多谢前辈。楚风接过那颗珠子，赶忙道谢。谢就不必了。小鬼，你要记住2件事：第一，不要与任何人提起遇见过我们师徒2人这件事，否则不仅害了我们，更是害了你自己。第二，日后若是遇到其他圣谷之人，记得立刻逃走，可不是所有的圣谷之人都像我们师徒这么心善的。老者对楚风说道。多谢前辈提醒。楚风赶忙道谢。谢就不必了，赶紧滚蛋吧。老者不耐烦地催促道。前辈，那晚辈告辞。见这位竟真的要放自己走，楚风哪敢犹豫，转身便要离开。虽只是走了没多久，楚风却忽然止步回头。前辈，晚辈还有一事，不知前辈可否告知？楚风说道。说吧。老者说道。不知前辈为何要屠灭这个远古种族？楚风说出了自己心中好奇之事。谁告诉你他们乃是我们师徒2人屠戮的？老者反问道。难道不是前辈做的？楚风有些诧异，这老者实力极为强横。楚风本以为那远古种族就是他屠戮的，可从那老者的反应来看，这件事似乎并非他做的。当然不是，我们师徒2人也只是路过罢了。老者说完此话，便又对楚风说道。都叫你赶紧滚了，怎么不想走了？多谢前辈告知，晚辈告辞。见状，楚风赶忙抱拳施礼，随后便赶忙离开。楚风此时心中十分复杂，简直如梦如幻。老实讲，那老者给楚风的第一感觉，他不像是什么好人。楚风本以为自己在劫难逃了，不成想这老者不仅放了自己，还给予了楚风那颗珠子。但感叹自己逃过一劫的同时，楚风也忍不住去想那远古种族灭亡的真相。楚风觉得这位老者应该不是在骗自己，他说不是他做的，就应该真的不是他做的。可是既然不是这位老者屠戮的这个种族，那会是谁呢？明明这个远古种族死去的时间并没有多久才对，这位老者应该不是真的路过吧？那他与那屠戮这远古种族的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楚风心中充满不解，但是就算再不解，也只能去猜测，根本无法调查真相。他很清楚，那并非他能参与的事。现在的他还太弱小了。这白日星河，忽然，楚风目光变化。当他离开白日星河后，才发现白日星河如同寻常的河流一般，已经没有了那耀眼的光华，更没有了繁星点点。那种感觉就像是最精华的东西已经被抽离走了一般。楚风不由得看了眼手中的珠子，难道那前辈将整个白日星河的力量都吸入了这颗珠子之内？楚风看着这颗珠子感慨不已，但他并未停留太久，而是赶忙离开了此地。只是楚风离开后，那名青年则是看着楚风离去的方向，眼中充满着不解。我说，师尊，您今日是怎么了？许人真的放走了那个家伙？放走他也就算了，怎么还将那修炼资源赠予他？您今天怎么这么不对劲啊？怎么突然大发善心？师尊，您怎么不说话呀？青年一边说着，一边看向自己的师尊。可是下一刻，他顿时变得紧张起来。师尊，您这是怎么了？他赶忙搀扶住自己的师尊，因为他发现此时的师尊已经跪在了地上，整个人虚弱的，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甚至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身体不断的颤抖着，虚弱至极，仿佛下一刻就会昏死过去一般。青年不敢大意，赶忙取出极为珍贵的丹药，帮其师尊吞服下。而在丹药的加持下，虚弱的老者也渐渐恢复了一些。他终于开口说话了：“你以为老夫想放走他？”老者很是不悦地说道：“那您是为何呀？”青年则是十分不解：“那小鬼是个怪物。”老者说道：“那小鬼是个怪物。”老者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情绪十分复杂。可原本紧张的青年听到此话后，却突然笑了：“师尊，您别开玩笑了，怪物在我圣谷面前，有谁敢自称怪物？”青年笑嘻嘻地说道：“他是真的觉得他师尊是在开玩笑。玩笑？你看老子现在的样子，老子他妈的像是在开玩笑。你以为我为何半炷香的时间就收回了力量？再不收回力量，老子就他妈的死在里面了。”老者很是愤怒地说道：“哇，师尊，他的血脉之力压制了您，难道您变得如此虚弱？真的是那个家伙做的？”见其师尊如此认真，那青年的脸色也是变得复杂起来。他是真的没有想到，那个楚风会将自己的师尊弄成这个样子。他师尊是何等人物，他是非常清楚的。哪怕在强者如云的圣谷之中，那也是1号人物。而楚风在他的眼中，不过是一个天赋不错，但出身卑微的蝼蚁罢了。在他看来，修武者天赋很重要，可背景也很重要。若是没有强大的背景保护，天赋再好也会夭折。所以，哪怕楚风天赋再好，他最多刮目相看，但绝不会觉得楚风会成为他的威胁。可现在，他师尊的话就好像在告诉他，他师尊变成这个样子是那个楚风所做的，这颠覆了他的世界观，内心极度震撼，甚至有些难以接受。那小鬼的天雷血脉十分可怕，老夫还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天雷血脉，那种压迫感，老夫有生以来从未感受到过。那老者说道：“难道说比道魁大人的血脉还要厉害？”青年问道：“道魁的血脉虽然厉害，老夫起码能撑个1炷香的时间。那个小鬼的血脉之力，老夫半炷香的时间已是极限。”老者说道。听闻此话，那青年倒吸一口凉气，其口中的道魁大人乃是圣谷之中为数不多实力在其师尊之上的强者。他师尊曾与那道魁大人比拼过血脉之力的强弱，可最终是他师尊败下阵来。他至今还记得其师尊那狼狈的模样，所以在他眼中，道魁大人的血脉之力已经强到了一种极致。在他看来，若是那个家伙的血脉之力堪比道魁大人，已是非常厉傲的。可万万没有想到，其师尊会对那楚风给出这样的评价。这已经不是比道魁大人的血脉之力强一点这么简单了，而是强出了1倍。竟然会有人血脉之力强大到这种地步，他该不会是血脉天河曾经的统治者宇文天族的人吧？青年问道。不可能，你难道先前没有听到那些人提起他的名字？那个小鬼姓楚名风，叫做楚风。老者说道。之前楚风与龙小小他们来到白日星河之时，老者与这位青年就已经在了，所以他们听到了楚风等人的交谈，也是知道楚风的名字。师尊，那万一是宇文天族流落到民间的天才后辈呢？青年问道。听闻此话，老者陷入了沉思，倒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其实老夫放他走，也是考虑到他身后有非同寻常的背景，若是真的动了他，我们也会有劫难降临，因为他的身上不仅有天级血脉的力量，还有天赐神力的力量。老者说道。天赐神力，师尊，您是认真的吗？天赐神力与天级血脉无法共存吧？青年很是吃惊地问道。是啊，按理来说无法共存，但老夫感受到的不会有错，我可以100%的确定，那就是天赐神力，并且是极为厉害的天赐神力，搞不好会是在天赐神体排行榜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天赐神力。老者说道。天赐神体排行榜占有一席之地，师尊，你是认真的吗？天赐神体排行榜上的天赐神力，要么是未曾现身，要么就是被极为强大的存在持有。那个家伙会有如此厉害的天赐神力在身？青年的情绪越发激动。对于他而言，楚风的身上天赐神体排行榜上的天赐神力，可比强大的天级血脉还要难以接受。那等宝贵的力量，要么就是未曾现世，要么就是已被传说级的人物掌管。怎么会出现在这样一个与他同辈之人的身上？老夫也不能确定。那力量一直在天级血脉之后，没有露出真容，但是那力量太强大了。老夫曾与多人比拼过血脉之力，还从未感受到过如此强大的天赐神力。老者说道。听到这里，青年再度倒吸一口凉气。难怪师尊会放过他，想不到这看起来其貌不扬的小子，竟然如此的不得了。可是师尊，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他并非出身不凡，只是运气好，得到了机缘。青年说道。倒也是有这种可能。老者思考了一下，说道。师尊，
那倘若他没有强大的背景撑腰，我们却放过他，岂不是白白错过了一个天大的宝藏？青年说道：“小子，你这是何意？”老者问道：“师尊，要不我们冒险一试？若是赌对了，可就得到了不得的力量了。”青年说道。听闻此话，老者也是思考了一下，随后他的眼中竟闪过一抹决意。好，就赌一赌。话罢，老者与青年便同时拔空而起，瞬息之间就来到白日星河之上，是想要追赶楚风。可忽然之间，二人如同遭受到了重创，笔直的落入了白日星河之中。这感觉，下一刻，无论是老者还是青年，都是脸色大变。他们感受到一股毁天灭地的力量，封锁了整条白日星河。他们师徒二人已是被困其中。妈的，赌输了！此时，就连那老者也是暗叹不好。白日星河的水在沸腾，就宛如在颤抖，在恐惧。可眼下最恐惧的，却莫过于那老者与青年。这老者实力不凡，在神秘的圣谷之中，也是声名赫赫，身份与实力并存的大人物。可在眼下那封锁了白日星河的力量面前，哪怕是他也无一战之力。老者觉得自己赌错了，这忽然出现的力量必然是守护楚风的存在，而对方更是强大到让他也是毫无还手之力。这就是你出的好点子，你要害死老子了！老者看向了自己的弟子，眼中充满怒容，那种眼神恨不得将他的弟子活活掐死。若不是他的弟子提议，他根本不会去追赶楚风，更不会对楚风身上的力量动歪念头。但现在为时已晚，楚风果然身份不凡，有绝世强者暗中守护，他们对楚风动了歪念头，便等于是犯下了死罪。那青年已没了先前的自负与高傲，紧张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他的恐惧丝毫不弱于自己的师尊。忽然，那青年竟跪在了地上，随后对着上方磕头作揖，全然没有了先前傲慢、狂妄、舍我其谁的强者气度。眼下的他，有的仅仅是一个生命体，多于生存下去的渴望。大人，我们对那位天才并无恶意，我们只是开玩笑。我们师徒对他若真有恶意，就不会放他离开了。青年极力辩解，且那卑微的态度，让人觉得他不像是在撒谎。可他师尊却看着自己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连连摇头。对方和等人物，岂会被他这种低劣的谎言所骗？完了！老者知道，今日他们师徒二人怕是要陨落至此，早知会有此劫，就不追寻那个家伙至此了。老者感叹道：“你在追谁？”忽然，天空之上传来一道浑厚的声音，那声音无法辨别方向，宛如从整个虚空传来，高高在上，浑厚响亮，甚至具有神圣之气，就如同神明发出的问话。一个神秘人，具体是谁，我也不知，只知他身穿红袍，头戴红色斗笠，看不清面容，不知具体实力。但此人专门屠戮远古种族，丧命于他手中的远古种族已有多个。我师徒二人追寻他，也只是想知道他为何要这样做。老者没有半点迟疑，一口气将自己所知道的全部说了出来。他果然对楚风说谎了，他们师徒二人并非路过此地，他们知道是谁屠戮了这个远古种族，那是一个身着红袍的男子。只是那个人具体来自何处，为何要这样做，他也是的确不知晓。圣谷之人就好好待在圣谷之中，若要出事，必然就要卷入当代武者的争斗。另外提醒一句，那楚风不是二等能动的，若真的对他不利，就算我放过你们，那个人也不会放过你们。若惹怒了那个人，别说你们师徒二人，就算你圣谷，也别有一人想活。那浑厚的声音再度降临，依旧神圣无比，刺入这师徒二人的内心深处，无与伦比的震慑力，连他们的灵魂都在颤抖。只是那声音落下之后，便没有再度响起，就连封锁了师徒二人的力量也随之消失。那位很可能是走了。师徒二人面面相窥，有些难以置信，居然死里逃生，躲过一劫。是啊，死里逃生。他们都知道，那位若要杀了他们，不过是意念之间的事。武者世界就是如此神奇，境界的不同，实力的差距也是天壤之别。他们师徒二人都拥有着意念间可让楚风灰飞烟灭的力量，可刚刚的那位同样拥有着让他们师徒二人飞灰烟灭的力量。他无法断定那位的修为势和境界，但他知道对方实力远在他之上。如此存在，哪怕他们圣谷最强的那位圣主大人能否与其抗衡，老者也不能确定。但他能确定的是，除了圣谷大人外，他圣谷内有一个算一个，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与刚刚那位抗衡。可是最让他心惊的是，刚刚那位口中还提到了那个人，言外之意，那个所谓的那个人是一个更为恐怖的存在，似乎能够轻而易举的就让他们圣谷从这个世界消失。师尊，弟子知错了。忽然一阵哭声响起，是他的那位弟子，这位自负的青年，此时竟嚎啕大哭，跪在自己师尊面前磕头认错。别哭了，哭有什么用？这老者将那青年搀扶了起来，虽然先前满眼怒容，可其实他还是很疼爱自己的这位弟子的。现在你知道何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老者对那青年问道。知道了，弟子再也不敢狗眼看人低了。青年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着，他是真的被吓到了，他知道只差一点他就死了。他们师徒二人乃是捡回了一条性命。其实你师尊我也是被人上了一课，我圣谷之人久不出世，本以为如今已是无人能敌，却不曾想刚刚出世就遇到了那深不可测专杀远古种族的红袍人。本以为那红袍人会威胁我圣谷地位，若将其铲除，我圣谷将无人能敌，却不曾想今日又见了这等存在。看来当今修武世界比我们预想中的要可怕得多，还是要回去与谷主大人好好商量一番才行。老者感叹之际，掌心一翻，他的手中竟有着一个罗盘，此罗盘很是特殊，金芒闪闪，一看就是极不寻常的宝物。眼下那罗盘上面正指着一个方向，可老者看了一眼罗盘后，却将罗盘收了起来。师尊，不追了。青年问道。不追了，回圣谷。
老者说话间便御空而起，而青年则是望了一眼楚风离开的方向后，才追随他师尊离去。而这一眼尽是恐惧，只是他们师徒不知道的是，那位让他们师徒二人恐惧的存在，并未离开。虚空之上，9天深处，一双目光也凝视着楚风所离去的方向。小子，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接下来可就要靠你自己了，否则便是违背了你父亲的意愿。楚风根本不知他离开后所发生的事，楚风还以为他是逃过一劫，从鬼门关里捡回了一条命。不是楚风胆小怕事，而是那圣古老者对于如今的楚风而言，实在强得离谱，是楚风所无法抗衡的存在。不过楚风离开后，却并未急着离开那个世界，而是在觉得自己安全了之后，找了个安静的地方，专心研究那颗珠子。楚风实在太渴望力量了，想快点提升修为，想快点进入卧龙武宗，想快点看到紫菱。当然，他想提升修为，不仅仅是想解救紫菱，还有他的家人。毕竟，也唯有修为足够强大，才能去调查关于他爷爷与他奶奶的事。只是距离那样修为的距离，现在的楚风还是太过遥远，居然如此难搞。眼下，楚风坐于云端之上，而他的面前就是那颗珠子。只是看着那颗珠子，楚风却是有些无可奈何。那圣古老者没骗楚风，这珠子内的力量明明如此充裕，楚风也是感受得清清楚楚。可是想让这颗珠子内的力量为自己所用，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颗珠子就好像形成了自己的生命一般，它明明是修炼资源，可却有着自己的意识，想用它的力量来修炼，不是不可以，但必须得到它的认可。可是想要得到这颗珠子的认可，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楚风需要源源不断的将自己的力量，将自己的气息融入其中，但这件事却也急不来，只能慢慢来。到底何时才能得到这颗珠子的认可？楚风根本无法确定，那还要看这颗珠子的意思。虽然有些失望，但楚风却也并没有难过。这颗珠子的力量虽然不容易得到，但至少还是可以得到的。唯一的区别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总比自己体内那神树种子要强得多。那神树种子才是一个楚风无法掌控的东西，它是否能为自己所用，楚风都还不清楚，甚至是福是祸，楚风都不清楚。毕竟只要自己的血脉之力想要炼化那颗神树种子，神树种子就会进行反抗，而反抗的结果就是让楚风的修为倒退。每次修为倒退都给楚风造成了一些困扰，所以目前来看，神树种子带给楚风的乃是坏处，至于好处还看不到。修武一途果然不容易啊！楚风坐在云端之上，看着那颗珠子，感叹一声后，便运用结界之力将其封锁，使其力量不散发而出。但楚风并没有将其收入乾坤袋，而是将其放入了身体之中。这样做乃是因为他要一直将自己的力量融入那颗珠子之中，但放入怀中很容易暴露。遇到实力在自己之上的修武者，这颗珠子难免会被人抢走，但藏入身体之内就不容易被人发现，相对来说安全得多。做好这一切后，楚风便起身准备离开。他已经决定去哪里了，那由圣光一族举办的最强后辈争霸，楚风是必然要去的。楚风要去并不是为了声名大噪，主要是想得到圣光一族那提供的修炼奖励。毕竟楚风太渴望修为了，只要有能够提升修为的机会，楚风都不会放过。只是眼下距离那后辈争霸赛举办的时间还有一些时日，所以楚风准备去另外一个地方，那便是祖武星域的大千上界，那里乃是他的家族楚氏天族扎根的地方。当初在紫星堂与楚氏族长等人一别之后，楚风便再没有与他们相见，因为楚风担心他们的安危，更是委托仙海少羽将整个楚氏天族转移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虽说楚风知道那个转移的地方在哪里，但楚风还未曾去看过。尽管楚风很相信仙海少羽的能力，但有些事还是亲眼看到更有底气。反正距离那最强后辈争霸赛还有一些时日，楚风想去见见楚氏族长他们。那是，可就在楚风准备启程的时候，楚风忽然神色一动，紧接着目光大变，原来在东南方向有着一行修武者正在向楚风这个方向飞掠而来。因为楚风是隐身状态，所以他们丝毫没有察觉到楚风的存在，毫不避讳地交谈着。但楚风最在意的并非他们的交谈，而是跟随着他们一同御空而行的还有一幅画卷。那幅画卷上面有着2名女子，那2名女子楚风认得，那竟是苏柔与苏美。苏柔、苏美是何人？乃是与紫菱一样，是在祖武下界的九州大陆便与楚风共患生死之人，也是楚风深爱之人。真的是他们？月仙前辈，当真也这里？楚风起初还无法确定，但仔细观看后便确定那的确是苏柔、苏美，自己的爱人。楚风不可能不认的。不过看到苏柔和苏美的画像之后，楚风脑海中浮现的不仅是心心念念的苏柔和苏美，还有另外一个人，那便是月仙。月仙源自祖武下界，乃是万年之前纵横祖武下界的存在，也是与清玄天有着非同一般关系之人。不过月仙因为某种特殊原因，不能以自己身躯在修武界行走，只能借助苏柔与苏美的肉身。楚风最后一次见到月仙，还是在祖武星域的时候。那个时候，月仙告诉楚风，他要借助苏柔与苏美的肉身100年，100年之后，他不仅会将苏柔与苏美的肉身归还，还会将所有修为传授给苏柔、苏美。而对于这个条件，苏柔、苏美也是应下的。虽说月仙起初是强行占据了苏柔与苏美的肉身，可是到了后来，苏柔与苏美已是自愿将自己的肉身借助月仙使用，他们的相处非常和谐，甚至亦师亦友。所以楚风对于月仙的印象也不差，至少并无敌意。当初一别，楚风本以为很难再见到月仙了，因为月仙要做的事乃是去追寻清玄天的下落，却不曾想在此地又看到了月仙的消息。因为那些人不仅拿着苏柔与苏美的画像，他们所交谈之事也是与他们有关，并且他们知道月仙的踪迹。听闻他们交谈，楚风已是得知事情经过。事情起源于一个叫做
霸星山庄的地方。霸星山庄世代传承，据说其中还有着一件修炼至宝，名为霸星仙草。而那件霸星仙草本葬于霸星山庄的修炼禁地，那是哪怕霸星山庄的后辈也不能擅入的地方。可就是一个如此严加看守的地方，不仅被人闯入，那霸星仙草更是被人盗走。还好霸星山庄的人及时发现，在那偷盗之人还未逃离修炼禁地的时候，便运用阵法力量，将那偷盗之人困在了霸星山庄的修炼禁地之中。按理来说，霸星山庄庄主实力不弱，乃是一位武尊境强者。既然偷盗者已被阵法困住，抓住他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只是奈何那修炼禁地只有小辈可以进入其中，霸星山庄的强者根本无法进入其中，就更别说抓住那偷盗者了，并且那阵法也无法长时间的困住那偷盗者。而霸星山庄的小辈也是没有一个具有实力进入那修炼禁地去抓住那个偷盗者。于是霸星山庄庄主便广发英雄帖，邀请各路好汉前去霸星山庄支援，若是谁能够将那偷盗者抓住，便会给予重赏。眼下楚风遇到的这些修武者便是前往霸星山庄帮忙去抓住那偷盗者的，而那偷盗者便是苏柔与苏美，准确来说乃是月仙。霸星山庄如此厉害吗？连月仙都被困住了。得知事情经过，楚风眉头微微皱起。对于月仙去偷盗霸星山庄的修炼至宝，楚风并不意外，因为这种事情月仙之前也曾做过。为了提升修为，月仙有的时候也会不择手段，只是月仙天赋异禀，提升修为非常之快。当初楚风与月仙分别之时，月仙的实力远在楚风之上。楚风觉得哪怕是如今自己比之当初已有了极大的进步，但是月仙修为提升的速度应该也仍在自己之上才对。甚至楚风觉得以月仙修为进步的速度，如今就算将修为提升到了武尊境也并非不可能。正因知道月仙厉害，楚风才会如此感慨，觉得这霸星山庄必然也不是寻常的地方。眼下楚风已经改变了主意，他要先去霸星山庄走一趟，就算不管月仙的死活，可却也不能不管苏柔与苏美的安危，那可是楚风的爱人啊。对楚风而言，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几人之一，而霸星山庄就在这个世界，所以楚风一路快速赶路，倒是也没有太久的时间，就来到了那霸星山庄的领地。霸星山庄位于霸星山脉之上，山脉辽阔，覆盖土地面积很广，再加上是霸星山庄的领地，平日里这里人烟稀少，除了霸星山庄的人外，很少能看到其他修武者的身影。可今日不同往日，这霸星山庄外随处可以看到修武者的身影，他们都在向霸星山庄汇集而去，并且大部分都是小辈，他们自然都是为了苏柔与苏美而来，只是他们的目的却与楚风完全不同。楚风的目的乃是为了救苏柔苏美，但这些人的目的却是要抓住苏柔苏美。正因如此，楚风看待所有人都有着一种敌意。不过别看来到此地之人很多，但是真正能够进入霸星山庄的却是不多。霸星山庄虽然发出了英雄帖，可却也有着一些限制。他们在霸星山庄的大门外设立了一个考核场地，只有通过考核的人才能够顺利进入霸星山庄之内，而无法通过考核的人便没有资格进入霸星山庄。之所以设立这样的考核场的，自然是想将没本事的人过滤掉。不过霸星山庄考虑的也很周全，他们可能是怕得罪人，所以只要能够通过考核的人就可以得到酬劳。这酬劳便是霸星山庄的特有宝物霸星露水。据说那霸星露水是由霸星山庄内的修炼至宝霸星仙草酝酿而出的，对于小辈而言可以使其领悟力增强。不过霸星露水较为珍贵，就算通过考核，每个人也只会奖励1滴霸星露水，但若是能够杀死偷盗者，便会奖赏70滴霸星露水，若是能够活捉偷盗者，更是会奖赏100滴霸星露水。所以说霸星山庄的意思尽量还是要活捉偷盗者，若是实在不能活捉，那就将其杀死。这对楚风而言倒是一个好消息，至少霸星山庄的第一出发点是想要活捉苏柔苏美。眼下楚风已经进入了那考核场的之中，这里其实就是一个由特殊宝物炼制而成的空间，空间内乃是一个长长的宫殿，宫殿的尽头便是出口。当然这宫殿内设置了许多关卡，但是对于楚风而言，这些关卡形同虚设。楚风一路闯关，速度极快，很快便来到了这考核场地的末端。那丫头，忽然楚风停了下来，他发现有几个来自同一势力的男修武者正在围殴另外一个修武者，有修武者的地方就有争斗。只是这考核场的内，楚风一路走来就遇到了许多修武者争斗的场面，轻者伤残，重者甚至有人直接被杀。这便是修武者的世界，弱肉强食，残酷至极。但楚风一路走来却并未多管闲事，毕竟这些人都是来捉苏柔与苏美的人，换句话说，他们都是楚风的敌人。楚风当然不会在乎他们的死活，可眼下的局面却是有些不同。他发现有几个修武者正在围殴的乃是一名少女，那少女15、16岁的样子，此时趴在地上抱头求饶。但那几个人不仅不肯停手，反而疯狂地踩在她的身上，虽然并不致命，但却能够骨头碎裂的声音，他们是在故意折磨这个少女。楚风最看不惯的就是男人打女人，更何况还是几个男人一起打一个少女，这种行为本就让楚风很是不爽。但楚风停下来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楚风停下来是楚风发现这个少女的身上有一种熟悉的感觉。这个少女楚风并不认识，可是在她的身上却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感觉。楚风开始仔细打量少女，于是楚风发现此时的少女很痛苦，那个样子就好像生了病，而她这痛苦的表情楚风有些熟悉，于是楚风便开始观察她的身体，这才发现这少女的脑袋中有着一种特殊的物体，那是一个黑色的液体，就藏于少女的脑袋之中，就好像具有生命一样，已经与少女融为一体。
少女生则她生，少女死则她死。那是一种寄生体，一种极为可怕的寄生体。而这样的寄生体，楚风之前曾经见过，是血堂堂主的孙子体内也有这样的寄生体。当时白黎洛也发现了这个寄生体，还告诉楚风等人，爸，是一个比黑毛幽灵力气还要更强的可怕存在，那是一个真正的怪物，若是它爆发开来，必会大开杀戒。当初正是因为是血堂堂主孙子的体内有这样一个怪物，楚风才将是血堂堂主以及他的孙子等人放走。而当时楚风也询问了是血堂堂主关于那寄生体的来历，从是血堂堂主口中，楚风也是得知他的孙子体内为何会有这样一个东西，那是一个神秘的组织做的，他们强行将那怪物放入了是血堂堂主的脑袋之中。是血堂堂主的孙子原本是一个修武天才，自从被那神秘组织注入了那怪物之后，便变成了一个傻子，并且还会时不时的犯病，一直伴随着痛苦。是血堂堂主也不知道那个组织来自何地，但他们实力极强，是血堂堂主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至于他们的目的，是血堂堂主也不清楚，但是他们将一个修武天才变成了一个傻子，可想而知，他们背后必然有着一定的阴谋。而再想一想，那寄生体的可怕，他们背后的阴谋必然是极为可怕的阴谋。看到这个少女体内的寄生体，楚风就知道这个少女必然也是遭受了那神秘组织的毒手。住手！楚风大喝一声，不知是同情，也不知是看不惯，但楚风决定破例一次，他要帮助这个少女，多管闲事，你也不看看我们是谁？楚风出现之后，那几名男子虽然停止殴打少女，可看向楚风的却是一脸不惧，且说话间纷纷亮出了腰间的令牌，而他们腰间的令牌上面刻写着锁魂宗3个字。他们如此自信，想必这锁魂宗也是很不简单。但可惜楚风并不知道这锁魂宗是什么地方，就算知道，楚风也不会惧怕。我不难为你们，放开那个女孩，这件事就罢了。楚风的语气其实已是相对和善。那几名男子实力不强，最强的一位也只是一品至尊，另外几个不过是尊者境而已。楚风对付他们不过是随手之间的事，但楚风并没有直接动手，就已是给足了他们面子。楚风还是留有余地的。可谁曾想，楚风此话一出，那几名男子脸上的不爽之色却是更浓。哪来的毛头小子，竟敢管我锁魂宗的事？那位一品至尊此话说完，便剑眉倒数，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他已是将体内的威压释放而出，他都没有施展武技，也没有使用兵器，就用威压直接向楚风扑杀而来。那威压虽是无形，可蕴含的力量却非同小可，这根本不是简单的教训楚风那么简单。若是楚风弱于他，此击轻则让楚风身负重伤，重则可能命运于此。只是可惜楚风的修为远在其之上，这威压自楚风面前汹涌而过，吹得楚风头发乱舞，吹得楚风衣衫猎猎作响。但是楚风却是衣衫完好，毫发未损，就如同一阵微风自其面前掠过一般，他丝毫不受影响。眼见着楚风竟然毫发未损，那几位锁魂宗的弟子脸色变得难看起来。他们知道自己是惹到难缠的家伙了，虽然不能确定楚风的修为，但他们却知道这必然是一个实力在他们之上的存在。不过楚风并没有对他们出手，而是对他们说了一个字：滚。只是这一个字，就让那几名先前还十分嚣张的锁魂宗弟子吓得屁滚尿流，二话不说便向考核场的深处跑去。眨眼间，那几名锁魂宗的弟子便消失在了楚风的视线之中。其实换作平时，楚风根本不会这么简单的放他们走，胆敢对自己下如此狠的手，不管他们有何理由，楚风都必然会让他们付出代价。只是今日不同，楚风来到此地，乃是为了解救苏柔与苏美帝。在此之前，楚风并不想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毕竟君子报仇10年不晚。楚风若真想收拾他们，以后有着大把的机会，并不急于一时。赶走那几名锁魂宗弟子后，楚风便走到少女身前，他手握丹药，是想帮助少女疗伤。谢谢大哥哥。可楚风刚刚靠近，那趴在地上的少女便猛然坐起身来，她好像并无大碍。这少女脸上沾满了灰尘，衣衫也是脏兮兮的，弄得就像是一个小乞丐一样。难怪那几个锁魂宗的弟子会如此不懂怜香惜玉的折磨这个少女，因为这少女现在的状态基本不会换来那种恶徒的怜香惜玉。其实仔细观察，便可从那精致的五官以及面容的轮廓上看出，这少女其实长得非常标致，应该是一个少见的美人坯子。而那双灵动的美眸尽显聪慧，根本就没有一丝傻子的气息。难道她没有傻？可是她的脑袋之中的确有着与是血堂堂主孙子一样的怪物啊！楚风一时之间有些语塞。按理来说，这少女的体内有着与是血堂堂主孙子一样的毒物，应该也丧失了理智，变成一个疯子或者傻子才对。但现在来看，这少女分明就是一个正常人。大哥哥，你怎么了？你怎么这么看着我？难道你认识我不成？少女眨巴着灵动的大眼睛，接连对楚风问道：“当然不认识，你没事就好。”楚风说话间便准备离开，可他忍不住心中的好奇，还是忽然止步，对少女问道：“姑娘，我刚刚观察了你的身体，我发现你体内好像有毒物，你是中毒了吗？”楚风对少女问道：“大哥哥，你好厉害啊，你看得到我脑袋中的东西？”少女很是惊讶地说道：“我看得到。”姑娘，你脑袋中的东西是从何而来？楚风问道。那是在我8岁那年，有人放到我脑袋里的。少女眨巴着大眼睛说道，那灵动的眼眸尽显天真无邪。想一想，这样可爱的姑娘居然被人放在了体内，那样可怕的怪物，楚风越发的同情。那是什么人？你认识吗？楚风继续问道。不认识，那是一个身穿红色长袍，头戴白色斗笠的奇怪家伙。对了，他那长袍上面还写着地狱使3个字。少女说道。听到这里，楚风已经确定向少女体内种下此毒物的，与对是血堂堂主孙子下毒手的乃是同一批人。
因为少女所讲述的神秘人穿着与是血堂堂主所讲述的一模一样，他们的确是来自同一组织。那你可知道他们为何向你体内注入此物？楚风问道。不知道，大哥哥，你为何如此好奇啊？难道你身边也有人被那些家伙注入了此物吗？少女眨巴着大眼睛问道。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孙子的确也被人注入了此物，若没有猜错，是同一批人做的。只不过他就没你这么幸运了，他本是一个修武天才，自从被注入了此物进入脑袋，便丧失了神智，从此无法修武，连正常交流都很难。楚风说道。这些家伙真是太坏了，其实若不是我姐姐帮我弄来了良药，我可能也就如你朋友的孙子一样，变成了一个傻子了。少女提及那些神秘人，也是一脸的恨意，她的话语中也是告知了楚风为何他没有变成傻子，原来是他的姐姐为他提供了特殊的药。姑娘，这么说来，是你姐姐找到了压制你体内那东西的药？楚风问道。是啊，幸亏有那药，不然我也会变成傻子的。少女说道。那是什么样的药？楚风问道。他很想知道那到底是什么药，因为那怪物太可怕了，若是爆发，后果不堪设想。若是能够压制，那必然是一件好事。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从哪里弄来的，我还真没问过。少女说道。大哥哥，考核时间快结束了，我们先离开这里吧。你想知道什么？我路上可以告诉你啊。少女又说道。好。楚风点泪弹头，而后楚风便与少女一同前行。在这途中，楚风得知少女叫做宋雨，她的父母已经不在世了，她的姐姐乃是她在世间唯一的亲人，而她的姐姐拜在名师门下，只是那个名师是谁，她也不知道。她姐姐也不想告诉她，她只知道她姐姐的师尊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大人物，而她姐姐提供她的药，估计也是与那个师尊有关。那药不仅能够使得宋雨拥有正常的神智，还可以让宋雨如同正常人一样进行修炼。宋雨年纪很小，只有15岁，但她已是一位尊者巅峰的存在，这等天赋非常的可怕。毕竟楚风踏入至尊境也并没有多长时间，而先前若不是锁魂宗之内有一位一品至尊境的弟子在，怕是其他几位锁魂宗的弟子根本无法欺负这个宋雨。交谈之间，二人也是顺利穿过这考核场的，眼下已是来到了这场考核场地的尽头处，只要穿过眼前那道大门，就可以直接进入霸星山庄之内。但在楚风将要走出大门之际，一只小手却突然拉住了楚风。是宋允。楚风哥哥，你不伪装一下面容吗？宋允对楚风说道。二人一路交谈，楚风对宋允有了初步的了解，而宋允也是知道了楚风的名字。为何要伪装面容？是因为那些锁魂宗的人吗？楚风问道。大哥哥，你是圣光天河的人，对锁魂宗并不了解。锁魂宗乃是这个世界最强的势力之一，而锁魂宗的宗主可是5尊境的强者，而锁魂宗内更是有着多位天才级的弟子，他们的实力非常的强，尤其是叫做魂勇和魂磊的那2个，更是妖孽级的天才，他们的实力非常的可怕。而如今锁魂宗那几名弟子也都来到了这霸星山庄之内，你刚刚因为帮我得罪了锁魂宗的弟子，他们必然会向那几位天才弟子告状，以锁魂宗的作风，他们必然不会饶过你。宋允对楚风说道。多谢提醒，我自有分寸，倒是你伪装一下。楚风对宋允说道。楚风哥哥都不伪装的话，那我也不伪装。宋允倔强的说道。不行，你必须伪装。楚风说话间，大袖一挥，一层结界之力便将宋允覆盖。你对我做了什么？哎呀，你怎么这样？你怎么强行改变我的面容啊？不过楚风哥哥，你好厉害啊，你不仅是至尊境的高手，居然是圣桃界灵师啊！宋允已经知道自己被楚风强行改变了面容，但他并未真的生气，反而很是惊讶楚风的实力。至于楚风只是笑了笑，随后便走出了这考核场地。本来楚风是不想这个宋允跟着他的，楚风不伪装面容是因为他不敢，毕竟有个神秘人抓走了赵红，以赵红以及楚氏天族族人性命威胁楚风，不准楚风伪装面容。楚风也不知道这个神秘人为何会提出如此奇葩的要求，可是因为对方实力强横，并且有人质在手，楚风也是不得不照做。所以哪怕明知道那锁魂宗的人可能会报复自己，楚风也只能硬抗。但宋允不同，他可以伪装面容，可他非要跟着自己的话，伪装面容也就没了意义。毕竟当楚风遇到危险的时候，宋允也是多半难逃。可谁曾想，这个宋允也是一个倔强的丫头，她不听楚风劝阻，非要跟着楚风，哪怕楚风明确告诉她自己可能会遇到危险，她也是不听。无可奈何之下，楚风也只能让她跟着。在进入霸星山庄之后，楚风等人也是没办法立刻进入那修炼境地的，而是被统一送到了一座广场之中休息。说是一座广场，但却极为辽阔，辽阔到宛如一片小型大陆，一眼望去无边无际。广场之中更是布满了宫殿，且每个宫殿之内还有独立的花园。这些精致的宫殿是给那些通过考核的人用来休息的，并且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立的宫殿进行休息。楚风等人需要等待考核结束之后，再与所有通过考核的人一同进入那修炼境地。眼下楚风来到了属于他的宫殿内，休息的空隙，楚风取出了一个瓶子，瓶子之内便是通过考核的奖励，一滴霸星露水。楚风将霸星露水一饮下，的确有一股特殊的天地能量在自己的体内散开。传闻的没有错，霸星露水对于小辈而言的确有着可以提升领悟力的功效，但可能是楚风自身的领悟力已经很强，所以这霸星露水对于楚风而言并没有什么效果。忽然一阵敲打店门的声音响起，紧接着一道女子的声音传来。楚风不用猜也知道，必然是宋雨那个丫头。虽然那个丫头如今也有了独立的宫殿进行休息，但是很显然她还是想要黏着楚风。尽管早就知道是宋雨，可打开店门那一瞬间，楚风却是愣住了。
站在楚风店门前的当真就是宋宇，只是此时的这宋宇却有了变化，他的小脸不再脏兮兮的，而是白皙如雪。不仅是脸，他浑身上下，但凡是露出来的皮肤都是白皙如雪，在阳光的照耀下，竟然还会散发光芒。这皮肤当真是好到了一定境界，当真是吹弹可破，比煮熟的鸡蛋清都要嫩。尽管早就知道这丫头是个小美人，但当她洗干净了自己后，楚风还是吃了一惊。尤其是她此时还换上了一条干净的绿色长裙，再加上那少女才有的朝气，分明就是一个小仙子站在楚风的面前。不过楚风最吃惊的，并非是这宋云此时宛如仙子一般的模样，而是楚风明明运用结界之术，强行改变了容貌，怎么这个丫头又变回来了？嘻嘻，原来楚风哥哥看到好看的人也会双眼发直啊！宋允对楚风笑嘻嘻的说道：“嗨嗨，的确有些让我吃惊，明明洗干净这么漂亮，干嘛非要弄得脏兮兮的？”楚风说道：“那是我姐姐教我的，说天下男人皆好色，不能让臭男人看到我的模样。不过楚风哥哥例外，怎么样？楚风哥哥，你看到我有没有一点怦然心动的感觉？”宋允眨巴大眼睛，仰着小脸，一副俏皮模样看着楚风，可楚风却立刻转身，一边向店内行去，一边念叨：“都没发育，完全怎么会让我有心动的感觉？你骗人！看到我的人，没有哪个不会心动的。何况你刚刚眼睛都直了，你的眼神告诉我你是心动了。”宋允一脸不服气的跟着楚风跑了进来，刚刚的却有些惊讶，但更多的是我比较好奇。楚风说道：“好奇？你好奇什么啊？”宋允问道。楚风袖子一挥，店门关闭后才看向宋允：“你这丫头怎么解开我的结界之术的？我还以为你好奇什么，原来是这件事啊！我说了呀，我姐姐可是有一个了不起的师尊，我姐姐自然也得到了不少好处，而她只有我一个妹妹，平时对我疼得很，当然也给了我不少防身的宝物。虽说楚风哥哥结界之术很是精湛，但我要解开也是不难。”宋允一脸得意的说道：“这么厉害？那刚刚被人打，怎么不见你还手啊？”楚风说道：“我是故意的，就是想看看我那脏兮兮的模样，有没有人会心生怜悯，拔刀相助。结果我真等到了。楚风哥哥，现在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应该以身相许呢？”宋允说话间，竟伸出小手，想要抱住楚风的胳膊，只是他还没有得逞，便被楚风躲开了，说的像是真的一样：“我怎么就不信你是故意挨打的呢？”楚风说道：“你不信没关系，反正我知道你是好人就行了，好人一定要有好报，而我宋允更是知恩图报。诺，楚风哥哥，这个给你。”宋允将一个葫芦递给了楚风。“这是什么？”楚风问道。“你打开就知道了。”宋允笑得很甜，但却一脸神秘。楚风也不犹豫，而是直接将葫芦打开。当葫芦打开的那一刻，一股香喷喷的气息便扑面来。这是汤，以鸡肉熬成的浓汤。虽说修武者到了一定境界，可以不吃东西不睡觉，但终究还是有人性，美食仍是修武者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而眼下这葫芦内散发出的味道，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这是一道极为美味的汤，不错呀。这是你做的？楚风对宋允问道。“对啊，我特意为了感谢楚风哥哥而做的，你快喝下吧，趁热喝，不然就不好喝了。”宋允一边催促着，一边动起了手，一双小手拖着楚风的胳膊，将那打开的葫芦向楚风的嘴巴送去。至于楚风也是笑了笑，想不到你这丫头还有这样的手艺，我有点刮目相看哦。话罢，楚风也是脖子一扬，将那满葫芦的鸡汤一饮而尽。“不错不错，味道不错。”楚风一边擦着嘴，一边满意的说着。可忽然，楚风的脸色凝固了，满脸的笑容也瞬间化作了惊恐。楚风一把将手中的葫芦捏成了粉碎，随后更是满眼怒容的看向宋允：“你这丫头在那汤里下了毒！”楚风看着宋允，怒声喝道。楚风已经察觉到了不对，一股力量覆盖了他的灵魂，正在封印楚风的修为，不仅仅是武力，连精神力也被封锁。楚风无论是武者修为，还是结界之术的力量，都在被封锁，而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宋允给他喝下的鸡汤。“楚风哥哥，你别生气，我不会害你，我为你服下的可不是普通的毒药，而是对你有好处的毒药。”宋允说道。“有好处的毒药？我活这么大，第一次听说还有这样的毒药，我好心帮你，你为何如此害我？”楚风愤怒极了，说话间便探出手去抓住了宋允的衣领。只是楚风的修为急速下降，眼下已是下降到了尊者中期。现在的楚风根本就不是宋允的对手，毕竟宋允再不济也是尊者巅峰。但面对愤怒袭来的楚风，奇怪的一幕发生了，宋允竟然并未闪躲，而是任由楚风抓住了他的衣领。“楚风哥哥，我真的没骗你，这的确是毒药，但却不是一般的毒药，它名为霸心魂毒。此毒服下之后，修为会被短暂封印，但很快便会与你灵魂融合，融合之后，你的修为就会恢复了。不仅修为会恢复，只要能够遇到解药，这霸心魂毒就会与解药相融，化作天地能量。那天地能量之中，更是蕴藏着极强的修武之道，搞不好会让楚风哥哥的修为有所增进，就算突破境界，也不是不可能的。楚风哥哥，我不骗你，等一下进入修炼境地，你就会相信我了。”宋允说道。“解药？那解药呢？”楚风脸上的怒色仍在，可手掌却放开了宋允。他觉得这个丫头可能不是在骗自己，至少看她那可怜兮兮的模样，不像是骗自己。但楚风仍因宋允这种行为而感到愤怒。“解药就在霸心山庄那修炼境地之中，我来这里并不是为了抓那个偷盗者，就是想运用这霸心魂毒以及修炼境地内的解药来提升修为的。不过若是我服用的话，只能服用一部分，服用太多，我的身体会承受不住。但是楚风哥哥，你可以的，毕竟你是五品至尊，所以我将全部的霸心魂毒都藏在了那鸡汤之中。”宋允说道。听到这里，楚风很是无奈，这丫头对自己还真好，居然全部给自己服下了。只是这毕竟是毒药啊，那
那解药究竟是什么？楚风问道。修炼禁地的深处有2个山洞，一个是收藏着霸星仙草的仙洞，而另一个便是蕴藏着霸星魔花的魔窟。那藏在魔窟内的霸星魔花，就是这霸星魂毒的解药。只要将霸星魔花吃下，就可以得到我说的效果。宋允说道。有时间限制吗？若是时间限制内，我没有拿到解药，会怎么样？楚风问道。楚风哥哥，你放心，我不会害你。虽然此物名为霸星魂毒，但其实除了短暂的封印修为之外，并不会对身体有害。随着时间的流逝，毒性会慢慢散去，所以其实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因为越早吃到解药，得到的天地能量越强。宋允说道。你这丫头没骗我？楚风凝声问道。我真的没骗你，我干嘛要骗你呢？你是我的恩人啊，我只想报答你。宋允一脸委屈，而楚风则是一脸无奈。报答？这样的报答，楚风还是第一次遇见。那你为何不如实的告诉我，要先骗我喝下此药？楚风问道。楚风哥哥，你身份不凡，实力不俗，必然也是见多识广之人。你应该知道，如霸星魂毒这种东西，乃是价值连城之物。实不相瞒，就连如今的霸星山庄都没有霸星魂毒这等宝物。我若不骗你，你会服下吗？你肯定不会的吧？你应该舍不得喝下如此贵重的东西吧？宋允问道。楚风没有回答，因为宋允说的也对，如此贵重的东西，乃是宋允的姐姐留给宋允的，楚风还真就未必会服下。我就先信你，若是你骗我，我可不会饶过你。楚风说道。楚风哥哥，你就放心吧，我绝对不会骗你的。我若想对你做坏事，就你现在的修为，我想做什么不行？宋允说道。楚风无异议，对他现在的修为倒是停止倒退了，可是却停在了一品尊者境。至于结界之术，更是被彻底封印。楚风连一丝结界之力都释放不出，现在的他面对尊者巅峰的宋允，还真就是手无缚鸡之力。忽然一阵刺耳的钟声在广场的上空传来，当钟声落下之后，一阵洪亮的声音也是随之响起。诸位小友，非常感谢你们来到我霸星山庄，助老夫一臂之力，捉拿那罪不可恕的偷盗者。听到这个声音，楚风和宋允都知道，应该是考核已经结束，应该很快就可以进入那修炼禁地之中。虽然心中还有气，但也是懒得与宋允计较，而是赶快走出了宫殿。果然，那考核场地的出口已经关闭，而几乎所有通过考核的人都从各自的宫殿之内走了出来。广场中央的上方有着一座大钟，大钟旁边立着一群人，那都是霸星山庄的顶尖高手，而为首的乃是一个一头白发却面容中年的男子，他便是霸星山庄的庄主。霸星山庄庄主先是讲了一些客套话，随后又重述了一下进入那修炼禁地的风险，以及捉到那偷盗者的奖励，但却并没有立刻带着众人进入那修炼禁地。今日还有几位贵客来到了我霸星山庄，我为大家介绍一下。霸星山庄庄主此话落下，自下方的广场之中便有2道身影踏空而行，向霸星山庄庄主的方向走去。那是2名青年，一个长相英俊，面容白皙，一看就是花花公子的类型，而另外一个皮肤黝黑，面容普通。这样的容貌落在人群之中都不会被人多看一眼。可是当这2位出现之后，人群便立刻轰动开来，男子发出欢呼，女子发出尖叫，关于这2人的议论开始响彻不断。楚风哥哥，他们2个就是我之前与你说的锁魂宗的天才弟子，也都是锁魂宗宗主的闭门弟子。那个小白脸叫做魂勇，今年99岁，有着7品至尊的修为，而那个长相普通的家伙则更加厉害，他叫做魂磊，今年98岁，乃是一位8品至尊境的修武者。这2个人天赋异禀，大家都觉得不出300年，他们2人的修为就能超越他们的师尊，成为当今锁魂宗的最强者。宋允对楚风讲述道。而其实在宋允与楚风讲述的同时，那霸星山庄庄主也在介绍着这2位的身份，几乎与宋允所说相同。可实际上这2人在这个世界乃是大名鼎鼎的存在，除了楚风之外，几乎很少有人不知道他们。就算不介绍，大家也都知道他们2人是谁，因为他们的天赋太强，甚至很多人觉得以锁魂宗这种势力都不配拥有这种级别的天才，而他们2人也被誉为锁魂宗建宗以来的最强天才。除了锁魂宗的魂勇以及魂磊2位小友外，今日还有幸邀请到了另外一位贵客。霸星山庄庄主继续说道。他此话说完，又有一道身影踏空而行，向霸星山庄的庄主的方向走去。那是一名青年，同样英俊，但却不像魂勇那般一看就是花花公子。这位青年温文尔雅，看上去如同书生一般，让人觉得很是舒服。而他出场之后，人群也同样掀起了滔天巨浪，人们并不认得他，可是却认得他腰间的令牌。看到他腰间的令牌，就连楚风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一抹凝重之色。这名如书生一般温文尔雅的青年，腰间挂着的令牌写着4个大字：圣光一族。他乃是圣光一族的族人。圣光一族为何物？那可是圣光天河当今统治者。楚风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见到圣光一族的族人，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乃是我们的友邻天河，圣光天河统治者，圣光一族的少爷圣光金安。霸星山庄庄主对众人介绍道。而他此话落下，下面也是响起一阵热烈的欢迎声。虽说九魂天河的许多人普遍看不起圣光天河的人，觉得圣光天河弱于九魂天河，他们便有一种优越感。可是圣光一族除外，那毕竟是圣光天河的统治者，哪怕是这强者如林的九魂天河内，真正能强过圣光一族的势力也是不多，所以圣光金安的出场才会赢得这些人的尊重。圣光金安所引起的轰动，甚至还要胜过魂勇与魂磊2人。看来有一个强力的势力做靠山还是很有用的。看着圣光金安得到众人的欢迎，楚风的嘴角不由扬起一抹淡淡的笑容。同是圣光天河之人，圣光金安能得到这样的待遇，楚风的感觉
也是颇为不错。简单的介绍之后，霸星山庄庄主终于带着众人前往那修炼禁地所在的地方。修炼禁地乃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据说自远古时期便存在了，而如今那偷盗者就被困于这修炼禁地最深处的仙洞之中。只是楚风刚刚进入修炼禁地，还未往深处行去，便被人拦住了去路，乃是锁魂宗的人。不仅锁魂宗那几位先前殴打宋允的弟子在他们的身后，还多出了几个人修为更高的锁魂宗弟子，但实际上不仅仅是他们。楚风注意到那魂勇以及魂磊就站在远处的天际之上，他们二人虽然没有来难为楚风和宋允，可却虎视眈眈地望着，那个架势分明就是在为锁魂宗的那些弟子做靠山。若是这些围住楚风的弟子能够收拾楚风也就罢了，若是这些弟子也不是楚风的对手，魂勇和魂磊必然不会袖手旁观，而是会对楚风出手。被众人包围，楚风不仅不怕，嘴角还掠过一抹淡淡的笑容。楚风早就知道这些人不会善罢甘休，楚风也是早有准备，只是还不待楚风说话，一道身影便突然窜到了楚风的身前，乃是宋允。一人做事一人当，有什么事冲我来。宋允张开双臂，将楚风护在身后。哟，哪来的小美女？我说小子，你这艳福不浅啊，居然有这样的小美人为你撑腰。不过你刚刚不是气势挺强的吗？怎么现在像个缩头乌龟一样，躲在一个小女孩身后了？先前那位对楚风出手的锁魂宗弟子一边色眯眯地看着宋允，一边满脸不善地看着楚风。你瞎了？之前你们打的人就是我，他是为了救我才对你们出手的，事情起因是我，你们有本事就冲我来，别难为他。宋允说道。是你？听完此话，那几位锁魂宗弟子也很是意外。大家来评评理啊，这锁魂宗弟子欺负女孩子不算，居然还不依不饶，锁魂宗就是这样不知廉耻的势力吗？宋允大声喊道。这的确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虽说众人议论纷纷，但却没有任何人敢上前帮忙。尽管没有人上前帮忙，可那位锁魂宗弟子的脸面也是有些难看了，显然他们也不想被人当作是那种欺凌弱小的坏人。臭丫头，你少胡扯，本大爷从来不打女人。他对宋允大声说道，但其实是在向众人辩解。怎么敢做不敢当啊？但是宋允却是不肯罢休。宋允的声音越来越大，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而那几名先前殴打宋允的弟子脸色也是越发难看，一时之间竟不知该如何是好。臭丫头，闭嘴！忽然一声怒喝响起，与此同时，一股四品至尊的威压也是释放开来，是锁魂宗的另外一名弟子出手了。先前殴打宋允的时候，他并不在场，乃是锁魂宗那几名弟子找来的帮手。他先是运用威压将宋允束缚住，随后便将那不善的目光投向了楚风。小子，本大爷今天是冲着你来的，你不是不把我锁魂宗放在眼里吗？那就让我来领教一下你的实力。话罢，那名锁魂宗弟子的威压便横扫而出，直奔楚风而来。但他的威压可不是要束缚住楚风那么简单，这威压若是击中楚风，可是非同小可。忽然间，一阵轰鸣炸响，在那名锁魂宗弟子与楚风的中央，一阵飓风向四面八方横扫而去，是那名锁魂宗弟子的威压被人抵消开来。而此时楚风注意到一名女子站在了自己的身前，那名女子背对着楚风，楚风看不到她的容貌，可是在那名女子之后，被束缚住的宋允不仅解困，还飞扑到女子怀中，紧紧地抱住了女子。姐姐，你总算来了，这些锁魂宗的弟子好坏。宋允说话间竟然哭了出来，那叫一个委屈。而那名女子则一边安抚着宋允，一边说道，允儿不要哭，姐姐不是告诉过你，不管是谁，只要欺负了你，姐姐都会让他不得好死。宋允姐姐的话说得非常的凶狠，就连楚风也感受到了她身上散发的寒意。楚风知道她是认真的，可是宋允姐姐此话落下，却换来了锁魂宗弟子一阵狂笑。原来是有靠山啊，难怪会这么猖狂。不过我说小姑娘，你这个靠山不怎么样吗？不过是四品武尊，就敢说这种大话，是真的当我锁魂宗没人了吗？锁魂宗的弟子一脸讽刺地看着宋云姐姐，他们之所以如此的不将宋云姐姐放在眼中，乃是因为宋云姐姐的威压已是释放而出，她也只是四品至尊而已。然而面对锁魂宗众弟子的嘲讽，宋云姐姐也是冷笑一声，今日有一个算一个，你们锁魂宗的弟子一个都别想活。宋云姐姐说道，好狂妄的丫头，今日不给你一些教训，你还真当我锁魂宗是个软柿子不成？锁魂宗弟子越发的不高兴，他们一个个气势汹汹，就要对宋云姐姐出手。诸位，难为两个姑娘，似乎有些不妥吧？冤有头债有主，你们要找麻烦就来找我的麻烦吧。楚风站了出来，楚风说话之时也是向宋允与宋云姐姐身前走去，哪怕现在修为被封，可楚风也不会站在两个女人身后，尤其是实力弱于自己的女人。而楚风经过宋允身旁时，也是不由得看向了宋云姐姐，他有些好奇宋云姐姐是个什么样的女子。宋云姐姐无疑也是一个大美女，清纯的脸庞有着一抹高冷的气质，这是一位典型的冰山美人。虽然很美，可是在这位美女的身上，楚风却看不到她与宋允的相像之处。楚风的第一反应就是她们两个真的是亲姐妹吗？不过让楚风有些意外的是，这宋允的姐姐，她看向楚风的目光有些不一样，那种眼神就好像认识楚风一样。可是楚风分明是第一次看到宋允的姐姐，应该是自己想多了吧？楚风这样想着，忽然楚风身子一歪，身体就好像被一个巨大的铁块重重的砸中了一样，楚风倒飞而去，飞出好远的距离，再落在地上。就这点本事，还想英雄救美？当楚风稳住身形之后，锁魂宗那些弟子一脸冷笑的看着楚风，尤其是其中一位，脸上更是挂着不屑与得意两种情绪。他就是那位四品至尊境的弟子，先前也是他出手，但却被宋允的姐姐拦了下来。虽然被对方击退，
可楚风并没有受什么伤。就算楚风修为被封，可楚风却还是5品至尊的肉身，而攻击楚风的不过是4品至尊而已。所以楚风不仅不怒，反而面带笑容。虽然在笑，可若仔细来看，便会让人不寒而栗。这是一抹冰冷的笑容。是你打的我，我记住了。楚风看着那名对自己出手的锁魂宗弟子说道：“一个废物，还敢威胁我，真是可笑。你说你记住我了，那好，我就让你的记忆更深刻一点，我让你一辈子都忘不掉我。”见楚风这样说，那位对楚风出手的锁魂宗弟子便准备再度出手。见其出手，楚风脸上没有一丝惧色，对方只是4品至尊，只要他不提升修为，理论上讲他根本无法伤到自己，并且楚风能够感觉到自己体内的所谓霸星魂毒似乎彻底与自己灵魂相融，所以楚风被封印的修为也正在回升。很快楚风的修为就会恢复，那个时候楚风会让这个锁魂宗弟子付出代价，哪怕这些锁魂宗的弟子身后还有那个魂磊与魂勇撑腰，可楚风也绝对不会放过他。这位兄弟，等一下！可就那位锁魂宗弟子将要出手之际，一道男子的声音却忽然响起。瞬身观望，人群顿时变得骚动起来，就连锁魂宗的弟子目光也是有所变化。那位来者便是霸星山庄的贵客，圣光一族的少爷圣光金安。这位兄弟，我看你们之前也没有太大的矛盾，正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不知可否给我一个面子？这件事就算了。圣光金安对锁魂宗的众弟子说道：“既然圣光兄开口，我锁魂宗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还不待那些锁魂宗弟子开口，天际之上便传来一道声音，乃是锁魂宗的最强弟子魂磊。多谢魂磊兄！圣光金安冲着对方抱了抱拳，而魂磊也是回以一礼。看得出来，圣光一族还是有些牌面的，至少如锁魂宗这种势力，还是要给圣光金安几分面子。随后，锁魂宗弟子便离去了。不过任谁都看得出来，大部分锁魂宗的弟子还是有些不甘，尤其是临走之前看向楚风的目光，更是充满威胁。兄弟，你没事吧？圣光金安走到楚风身旁问道。我没事，多谢了。楚风起身说道，对圣光金安说道。原本圣光金安这温文尔雅的书生气质就让楚风很舒服，而他刚刚的出手相助，更是让楚风对他印象不错。身为圣光一族的少爷，身份超然，按理来说，这种出身的人大多浑身傲骨，欺凌他人之事做尽，可帮助他人之事却很少会做。可这圣光金安看上去却非常和善，没事就好，谢就不必了。兄弟你这修为不如对方，还敢站出来为2位姑娘撑腰，这份勇气在下实在佩服，不知兄弟该如何称呼？圣光金安问道。他没有一点高高在上的架子，以平起平坐的姿态与楚风交谈。在下楚风。楚风说道。原来是楚风兄弟。楚风兄弟，2位姑娘若不介意，我们同行可好？圣光金安问道。但楚风看得出来，他是想保护楚风和宋云姐妹，毕竟只要有他在，锁魂宗弟子就会给他几分面子。可若是他不在，锁魂宗弟子再遇到楚风，他们难免会再度出手。其实眼下楚风的修为已经开始恢复，并且很快就会恢复到正常。除了那魂磊和魂勇外，就算遇到锁魂宗的其他弟子也是不惧。不过圣光金安一番好意，楚风也是不好拒绝，不必了。可谁曾想，还不待楚风开口，那宋允却是开口了。看着此时的宋允，楚风竟有些陌生，他不再像先前那样朝气十足，反而一脸冰冷，那种感觉拒人于千里之外。既然如此，那楚风兄弟，我就先行一步。圣光金安也不生气，而是笑了笑，便直接离开了。只是圣光金安刚离开，楚风便感觉一股香气扑入怀中，竟是宋允。宋允拉着楚风的胳膊，笑嘻嘻地看着自己的姐姐。楚风哥哥，给你介绍一下，她便是我姐姐宋雪儿。看着宋允此时的模样，再想到她刚才对待圣光金安的态度，楚风恍然明白了一件事，这个丫头似乎不是对待所有人都像对待她一样热情。雨儿怎么能和一个男人如此亲近？忽然一只手将宋允从楚风身边拉开，乃是宋允的姐姐宋雪儿。拉开宋允之后，宋雪儿看向楚风，而她接下来说的话更是让楚风也是心头一颤。楚风，你勾搭别人也就算了，那不关我的事，但若敢勾搭我妹妹，我绝饶不过你。宋雪儿对楚风以警告的语气说道，但若只是警告也就罢了，可这她的语气就好像她认识楚风一样，难道他们真的认识不成？